各位来看一看下一对情侣的情况吧，很有意思。来，我第一眼见到他我就喜欢上他了，我想尽了各种办法，用了1年多的时间，终于把他追到手了。他老说我不着正调啊，不务实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分手。现在在外边发展的越来越好，是不是感觉有点配不上我了？但是我感觉他要是这么放弃我的话，以后肯定会后悔。父亲的关系，担心或委屈。一个要面子的男人，一个自我感觉极佳的男人。哎，你是不是配不上我了，所以你要跑啊？那到底是女孩配不上他，还是另有其因呢？来，各位用掌声请出他们。男主人公大致31岁，来自吉林，职业销售，学历大专。女主人公婷婷26岁，也是来自吉林，她的职业是文员，学历是大专。来，有请两位。你是觉得他配不上你，所以他提出分手是吧？是的。你现在是个什么条件啊？我现在就属于那个北漂一族，但是这种状态是暂时的，将来是美好的吧？我正在努力。等于分手是您提出来的是吧，婷婷？我没有100多平呢，他就这样跟人家吹，然后结果怎么着？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啊。结果过一段时间，他们同事女朋友真过来投奔他来了，说那个大志哥，把你们那房子，反正你们现在你不是说空着呢吗？你借我住2个月呗，我周转一下。刚到北京找工作，现在也没有房子住，挺紧的。那你怎么回应呢？那就他花钱给人家租房子，让人家住。你这是不是吹牛？你这是不是骗人呀？我当时说给客户听的，没想到让我同事记住了。真心他真遇到困难，老家来个朋友没地方住，求到我了。你说他也不是常住，就住2月，就2月而已。我帮朋友个忙嘛。住了2个月就走了？是啊，不到2月，1月20天就走了。你付的租金？住了2个月，你知道花多少钱吗？嘿，真行啊！他不光这个，平时特虚荣，知道吗？就不是也没挣那么多钱，实际上他就放到微博上晒，完全是一种正常的都市里面的时尚的生活方式嘛。没人搞我自己的微博。他在微博里面晒什么呀？来看看啊，你们有车了是吧？还有什么车？不是他的车。没事，他经常没事的时候休息就带我去逛4S店然后老说，哎，媳妇儿，我下次我就给你买这车。说的跟真的似的然后你如果说摆各种卖车的听了，早就撵咱出去了，对不对？你恶不恶心啊？不能坐会儿吗？你恶不恶心啊？去4S店的人有几个人能真正买呀？都是去享受一下、感受一下。每周都去，然后摆各种 pose，然后让我给他各种照、各种姿势然后就放到微博上。对呀，人家4S店人不问他吗？他说，哎，小姐，我下个月订这车。结果那售车小姐天天给他打电话，问他，哎，先生您什么时候来交定金？我要说我压根不想买的话，他就早就撵我出去了嘛，他不可能让我做，所以说我只能说我想买，他就得给我打电话，他不给我打电话，老板就要开除他，对不对？那后来这事儿你怎么解决的？换个号嘛，换个电话号。经常换号，隔3跳我就换号。你们这都干嘛呢？真是，我2个电话号，工作一个永远不能换的，生活一个无所谓的，换换。然后特自恋，说那个，你是不是感觉在街上逛街自卑呀？你是不是感觉什么我自卑呀？跟不上我了，跟不上我这生活的节奏了，这我怎么自恋了我？这很正常。什么生活方式啊？你逛4S店玩这生活方式就是骗人忽悠人，还玩真买对，咱就看看，对不对？在微博上晒一下而已，是吧？也很多小年轻都把自己的空间微博好装扮一下，好看一下，对不对？那本来就是虚幻的世界，网络上，我又没在真实当中穿那些大牌子。你是够虚幻的，够我1月工资了。你每天是不是感觉自己跟那个白马王子似的呀？自己感觉特良好，你知道吗？老跟我说，哎，媳妇儿，你看那个刚才那美女看了我好几眼，是不是我？她确实看我特帅呀！什么人家看你呀？人家根本没看你好不好？你在我旁边，他还敢看我吗？对不对？我们楼下那奶茶店嘛，有一个奶茶店，然后平时经常去那儿喝奶茶，1杯奶茶送1张那个卡，集齐10张卡，然后可以换免费喝2杯嘛。然后那次我跟他去换去了，然后他非说人家奶茶妹妹看上他了，才免费请他喝的，你多恶心呀你！跟我说这话，你没发现那珍珠豆都给多了吗？照别人多吗？你得了吧你！婷婷，你怎么跟这人过了几年1、2年多了。
怎么过来的？就这么一人？他以前在东北，把财路送给你呀，你得先去交朋友啊，对不对？叫大志是吧？啊，广交朋友是我成功的基石啊，对不对？这谁教的你啊，大志？我身边朋友都这样，都这么玩啊，天天。如果他现在要求你不这么玩了，你还这么玩吗？他就想带我回家啊，让我跟他一起回老家结婚，去过那种小生活、小日子。我现在我工资比原来老家的工资翻了5、6倍啊！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？方便说吗？没什么不方便的。这个我做的业务工作，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4、5千，现在已经达到1万多、1万4、5左右啊，那不错呀。是实际收入吗？不够他花的呀。确实能挣1万4、5是吧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从来没剩下过钱每个月。那钱呢？那当时我用的了嘛，维护客户关系。对，那你给我们描绘一下你未来的美好生活是叫大生活是怎么样的？你不想回去过小日子？我就想在北京给他买一套像他老家一样大的房子。多大？最起码得150平以上。哦，你们老家有150平的房子？在北京3环内。在北京3环内是吧？对。如果你要搬到5环外的话，那就不叫来北京发展，那到北京郊区去发展了，那就失去有来北京的意义了。啊，行，这个计划大概多少年完成？打算在5年内完成。靠什么？就靠我不断的工作，不断的找新的财路。我曾经刚来的时候，曾经每天同时做4个工作。他还挺努力的哈。刚开始来的时候，他本来说北京有一个特有钱的亲戚，让我跟他来投奔，说什么人家自己开公司的，我们到这儿来又给我们安排工作，又给我们有房子给我们住，有车给我们开，结果我到这儿来，又是他吹牛的。当时我们俩来那几天差点露宿街头了。我家亲戚不是出国了吗？你还在那儿编？你现在你敢不敢当着大家面承认，你根本就没那亲戚？他对你怎么样？一开始挺好的，现在我觉得也不怎么好了。我觉得嘴里都没一句实话，老忽悠我。那不叫忽悠，那叫善意的谎言。什么善意的谎言？我是为了引导你跟上我的步伐，逐渐的快速融入到这个城市生活。你再引导我就跟你跳下深渊了。不要老想着赚钱回家去买房子回家的生活，我们要扎根在北京，做北京人。在北京生活，这就是我们的将来的家。你当时想的挺好的，可是现在怎么样啊？努力嘛，对吧？刚来1年就想回去了，这。大志，说句实话啊，我快绷不住了。你们来吧，我也不想问了。这个状态大家都看到了，我不知道是什么害了你，让你有很多错误的认识。来，我们听听老师们的看法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满腔的豪情壮志啊，其实所有的功夫都在嘴皮子上面，什么事儿都干不了。你看你现在好像整天忙忙碌碌的，内心很苍白，心里有多少自卑，嘴上才会有多大的谎言。人生有多么的苍白，才会把自己伪装的多精彩。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么做是为了适应我现在的圈子，我不是说我非要去买这种。你这一句话说的对了，你发现跟不上这边的节奏，慌了，自卑了。你说你害自己就好，不要害人家姑娘。平白无故把人家姑娘带到北京过这种生活，你说你那个跟人家说有亲戚到北京来露宿街头，对吗？我告诉你，其他你什么都别说。刚才我就记住一句话，你说你一个月挣1万4、5千，每个月交1万块钱给媳妇儿，行不行？那你说我1万交给他，我这房租要不要付？房租他付。还有生活费呢，所有花销。你5000块钱还不够吗？那请问老师，你日常跟客户应酬一场需要花多少钱呢？一个月需要应酬几场呢？我4、5千块钱够吗？我怎么去维持客户关系呢？我手里就4、5千块钱一个月。来，过来，我来回答你的问题。4、5千块钱够应酬吗？我想回答你的是，对你来说就应该够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很简单，我们到底挣多少钱，我们才花多少钱啊？我不能说我一个月挣1万4、5，我拿2万块钱我去应酬去了，然后指望这种应酬能够产生一个更大的效应。我从来不相信这样的事情。我自己认为，反正过日子的账是这么算的。有个家在那儿呢，每个月要给家里多少钱，剩下是我们去拿来用的钱。家里的钱1分都不给，那你别要家了。就陆奇老师说的，你自己去做，你害人干嘛呀？
我觉得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？虚荣心在作祟。我这是上进。啊，是，上进吧。我是为了往上爬。当你上进，把自己的所有的东西都丢掉的时候，你揣了一屋子的钱，真的没有意义。挣钱的目的是为让家人过得幸福，而不是为了去跟别人炫耀。我肤浅的认识。来，我们听听其他老师的看法。首先，我觉得姑娘真好，这样的姑娘被你骗到北京，我不管你的初衷是怎样的，事实上就是你把她骗到北京的。啊，还没有来北京之前，你把她骗成你的女朋友，因为你说你家里有这个那个多少房子，没有，这些都是你捏造的事实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自己是谁吗？我知道，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他，天底下最喜欢他的人，我真心爱他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说我想尽一切办法，我要知道。想尽一切办法，正当的吗？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，能对他最好的人，最能保护他的，最能爱护他的人是我。所以说，我要不择手段。最能保护他的人，所以就欺骗他。那只是善意的谎言，一些方式上的选不择手段。我觉得你还活在空中呢，你飘忽着呢，你还没有落地呢。你在晒出那些说的时候，你出于什么样的心理？告诉别人，大家看，那是我的新座驾，这是什么样的心理？那是做给外人看的，做给外人的。你没钱就没人搭理你啊！如果你所有的朋友都是要用钱去交的话，不交也罢。真正的朋友，你要一直去坚持的，是在你最普通、最平常的时候一直陪伴你的，那叫你的朋友。你有钱了，蜂拥而上的，那不叫朋友。还有就是，姑娘很好，这样的女人娶回家，哇！我要是男人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我怎么感觉他一点也不理解我现在的？一个女人能够完全不计较你骗了她，你骗了她，骗了这么久，她还能跟你过下去，我佩服她。所以说我很珍惜她，我想挽留她，不想让她回去。那就赶紧找到自己是谁，我是谁，我在干什么。价值观已经完全扭曲了，其实挺可怕的。我觉得，这个女孩真的对他挺好。坦率的来说，我是比较理解你。但我想说，虚荣就算了，别太虚伪；自大就算了，别太自狂。我们先说到虚荣。有钱的人无需证明，比尔盖茨永远都不戴项链不戴表，踏踏实实的好钢要用在刀刃上，适当的人情往来一定要用在那个节点上，而不是大把的往里面花钱，结果呢没有产出。其次还有一点就是，男人是要做事业，但是一定要顾家。回到家里之后，有一个这么好的妻子安慰你，你要珍惜，不要总是想着我有多优越，他有多自卑。真正的强者无需自辩，无需证明我就是我，我不用戴名牌，我不用开好车，我依然有我的商业价值。就这样，谢谢老师。老师说的很贴切实际，确实就是我生活当中就像他说的那样。我也不知道看什么书好，听谁的好。我其实很高兴可以听到了各位老师的意见之后，你能有现在这个态度。人家说大智若愚，我也希望看到你有那一天，而不是大智不智。平时照镜子吗？不经常照，这早上洗脸的时候看一下。经常照，他特爱自拍。特爱自拍哈，那你觉得镜子当中的那个你帅吗？就是我感觉我自己长得蛮过得去的，还对得起所有的观众吧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你其实没有你想象当中长得帅。你所有的那些微博晒的照片，你自己的感觉啊，房子、车子，都是你臆想出来的五颜六色的世界。你觉得很美，但是我们看着有点像笑话。不要去想象那些我们够不着的事情。所以我对你有一个建议，就是下去以后洗把脸，照照镜子，看清楚你是谁。我给你一个建议，一招就管用，不要看大师，什么事儿都听老婆的。只要你听老婆的，老婆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看你这价值观就能扭过来。听老婆的话有肉。那是他让我跟他回家，我家那个工厂的企业已经倒闭，马上就要倒闭了。我回去就死路一条，往死胡同里走。我为什么呀？我眼瞅着往死胡同里走，他不给他往出拽吗？真心说一定要你回去，而是因为你太不着调了。你人要着调，他在北京照样可以陪着你，懂了吗？
对，老师说的对。我送你一句话：很多你到40、50岁才拥有的东西，很多人可能一生下来就有，但是他们有一样东西没有，我们有，那就是我们曾经一无所有。我听其实挺有感触，因为我特别想就他这个问题多说几句。如果说刚才那个仅仅是一个面子的问题的话，这个应该深入了，真的价值观出问题了。我同意陆琪老师说的那个话，因为你没有听你对面的这个女人说过这么一句话，她说我不是图你有钱我才跟你的，她能够跟你一起共患难。其实最可怕的是什么？恰恰就是价值观出问题，因为你的价值体系混乱了，你就会丢掉自己，找不到自己。你那句话说的特别好，大师太多了，不知道听谁的。那我告诉你，听谁的？听自己内心的。你静静心心下来想，什么样的生活是踏实的？为什么把自己丢了，而且丢得很快呀？就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让我踏实，把那个东西忘了。你要的是什么？我就觉得生活最本质的东西是踏实。什么是踏实？我踏踏实实的创业，我不危害别人。如果我想的是一夜暴富，那我就无所不用其极的用各种手段。可是你真拿到钱的时候，你睡得着觉吗？那就真的成功了吗？成功并不在于说挣了很多钱，而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，如何努力去工作去挣钱。所以不要那么着急，你问问他，我帮你问他都可以。如果有一天他用了一种极端的手段，让你住进了大房子，你愿意住吗？不愿意住。如果有一天这个人真的开上了车，但是他连自己叫什么都不知道了，你愿意坐他的车吗？我不愿意，而且我觉得太可悲了。所以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好姑娘，我们都希望你能留住她。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踏踏实实陪着你一起创业。想想吧，兄弟，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不是害了你，是害了他。如果我们在这儿不多说一些的话，电视机前的更多的人被你害了，因为在他们的眼里，他们看到的那个狭小的世界里面，他们没有看到美，好吗？来，都想一想啊，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60秒。老婆留下吧，我以后一定踏踏实实的工作，把工资每个月工资全都交给你，需要用的时候每次向你申请，这样好吗？真的会这样吗？真的会的。我再不去搞这微博，每天下班，要么我就回家，如果实在待不住的话，我想跟你一起摆个地摊，还像咱俩刚来的时候那样，能和你在一起比现在好。那个时候咱们也挺开心的，而且心里觉得特别踏实。所以说我现在想，也不搞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，一些让你反感的事情我都不想做，和我一起都在北京，好吧？看你的表现吧。跟我回去吧。你有点勇气，你把他拉下来嘛，拉到中间来嘛。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其实我挺感动的，多好的女孩！来，我们那个金童玉女呢，赶紧请上来。来，有请有请。啊，胖哥又来了。来，胖哥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，就是他们这对儿。谢谢啊，请回。感谢杰比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一个套装礼盒，他们那句话挺好的，爱要有你才完美。来，请站在中间。来，那主持人，我以前在老家都求过婚了。再求。美女，借手指头一用呗。得，这是很庄严的，很神圣。当然，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方式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时刻吧。来，老婆，留下吧，我会用一辈子好好珍惜你的，相信我，嫁给我吧，好吗？答应我吧。
看你的表现吧。好了。